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邵峰。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习近平，从他的后宫谈起。这里的后宫不是戏剧里的娇媚与争宠，而是几个在习近平生命中留下痕迹的女人，有的与他短暂相处却迅速抽身，留下毫不留情的评语，有的则被推到舞台中央，成为政权需要的摆设，还有的只存在于坊间耳语与传闻，没有姓名，却总在审查和删帖之间若隐若现。这三种角色不是为了衬托爱情，而是折射出一个人的底色，靠妇婴起步，善于迎合，极度自恋，却要在政治舞台上强撑一尊的幻象。故事要从北京大会堂的一个镜头说起。9月17号，北京大会堂举行名义上是抗战暨二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。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大厅会见筹办代表，蔡奇以政治局常委、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上台讲话，全场基调就是传达习的讲话，然后再部署下一步。但镜头语言耐人寻味，央视当天的画面，习近平虽然坐在核心位，可单人特写明显收敛。相反，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将的身影屡屡入镜。那几天他行程频密，又在香山论坛高调露面，军中存在感压得很足。离场时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这些贴身陪同寸步不离，而张又侠却只是远远拍手，没靠上前。画面一冷一热，让人看得心里直打鼓。这还是一尊的场面吗？还是说他的时代已经开始松动？要理解这些疑问，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他的后宫，因为这几位女人，退出的、在场的，还有被审查抹掉的，比任何宣传口号都更能折射出习近平的真实模样。如果要理解习近平今天的困境，就不能不提他早年的一段婚姻。这个名字如今几乎被官方历史彻底抹去。柯玲玲，又名柯晓明，1951年出生。他的父亲柯华是中共建政后的首任驻英国大使，副部级官员，长期活跃于外交圈。1979年，28岁的柯玲玲嫁给了当时只有26岁，还在靠妇婴摸爬滚打的习近平。那时的习不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儿子，刚刚凭着父亲关系，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进了清华，头衔远没有今天耀眼。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3年，1982年两人分手，没有留下任何子女。原因很简单，一个是外交世家出身，受过完整教育，熟悉国际规矩；一个是小学博士，靠条子进学校，文化底子薄弱，性格又蛮横。离婚之后，柯玲玲选择远走英国，与中共政坛彻底断绝联系。她没有像其他红色后代那样继续依附权力，而是把自己安放在伦敦。外界传说，她在一间私立医院任高级主任，也曾以外交官之女的背景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兼任过客座教授。这些资讯并无权威文件佐证，但至少可以确定一点，她离开中国，过上了与中南海毫无瓜葛的生活。她的低调与她当年的决绝一样。据说离婚之后的3年，习近平几乎每周打电话给她，想要挽回，但她始终不接。对比今天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唯我独尊的姿态，这段画面显得讽刺。他在政坛上追求一尊，可在婚姻里却被彻底拒之门外。真正留下痕迹的是他对习近平的评价。2015年一篇文章里曾流传他的话，他很假，总是顺着别人的话说，极度自恋，
没有老爷子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虽然这段话的来源被质疑，但它广泛流传至今，成了许多人理解习近平性格的注脚。柯玲玲的人生没有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，却成为习近平履历里最不愿被提及的一页。退出的女人反而留下最刺耳的真相。如果说柯玲玲是选择退出的人，那么彭丽媛则是选择在场的人。彭丽媛1962年出生，山东人。她的身份不只是歌手，而是中共总政治部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、少将军衔、全国政协委员。在1980年代，她以一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走红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军中明星。1987年，她嫁给了当时还只是福建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。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简单，一个是红色权贵的地方官，一个是军装加身的文工团明星，两人结合后，形象天然具备宣传价值。随着习近平仕途上升，彭丽媛也被推上了更高的舞台。2012年，习近平问鼎中共最高位之后，他几乎成了国际场合的固定符号，换上精心挑选的服饰，陪同出访，与各国元首夫人合影。外媒一度称他是中国外交的软实力，但在制度里，他更像是一个被摆上台面的装饰，象征着亲和与文明的幻象。然而，把彭丽媛仅仅看成摆设，恐怕也低估了他。凭借少将军衔与总政歌舞团的地位，他在军队文化系统确实有影响力。文工团并非单纯的演出单位，他直接隶属总政治部，负责意识形态与宣传，背后牵动的是真金白银的资源与军中位置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香港《星岛日报》曾报道，他任职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。这个位置理论上涉及对少将以上军官的考核和任免。若真如此，他的角色就不只是第一夫人，更是一个能左右将领升迁的军中红人。正因为这样的传闻存在，当习近平近年陷入失势传言时，彭丽媛也立刻被拖入随夫失势的怀疑。她的公开亮相次数明显减少，在几场重大外交场合缺席，外界立刻将此解读为军中靠山不在。讽刺的是，曾被视为掌握人事话语权的肩章，如今更像是一个随时可以摘下的舞台道具。他或许一度能影响将领的升迁，但现在连自己在镜头里的固定位置都保不住。观众朋友们，说到这里，故事还没结束。柯玲玲选择退出，彭丽媛选择在场，可习近平的情感轨迹并不只有这两条线，还有第三种角色，那些时常被点名却始终无法被公开证实的女人。第一位是他最青涩的时期。1969年，习近平被下放到陕西延安梁家河插队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同批知青，大家叫他小红。根据《博讯月刊》在2013年的爆料，小红的父亲是中共军队军事科学院军官，有着典型的红色贵族背景。他和习近平的恋情开始于一场春节文艺晚会，当晚他跳了一支藏族舞蹈婀娜多姿。散场后，习近平和几个男知青故意在黑夜里扮鬼吓人，再上演一出英雄救美。结果这场恶作剧竟真的成就了一段短暂恋情。不过这段初恋只维持了3个月，习仲勋被批斗，习近平自己也吃不消农村的苦日子，愤然离村回京。小红曾追去北京找他，却被拒之门外。几年后重逢，小红已经是部队军官的妻子。习近平对她嘘寒问暖，但缘分早已走到尽头。有人说，
这段小小的恋情透露了习近平性格的一面，靠表演赢得青睐，却很快转身离去。第二位则是习近平试图起飞时的传闻人物。1990年代，习近平在福建省会福州任市委书记，与此同时，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主播开始崭露头角，她就是福建东南电视台主持人孟雪。孟雪的履历颇为耀眼，从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出道，1991年南下福建，主持节目华广服务台，拿过全国广播大赛1等奖。1997年开办孟雪时间，访谈知名人士，还获得金话筒铜奖。他的名字在福建文艺圈几乎无人不晓。然而，坊间一直有传闻他与习近平过从甚密，甚至有文章直指1991年彭丽媛突然返回福州，捉奸在床，导致夫妻长期分居。这种故事真假难辨，但却流传甚广。更敏感的是，观察者发现孟雪在那段时间的仕途异常顺利，节目接连获奖，地位扶摇直上。外界将这种火箭式升迁与习近平联系起来，于是传闻越演越烈。编辑注：此为海外媒体与自媒体传闻，未有官方文件佐证。第三位则是更具政治意味的名字，铁凝，1957年生，著名作家，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。他在文坛地位显赫，代表作有《沤》《香雪》《玫瑰门》。问题是，铁凝的名字曾一度出现在坊间流传的禁书习近平和他的6个女人的书稿名单里。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，有媒体提到，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习近平的情史，而铁凝被列为6人之一。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点，但正因如此，他的名字成了禁忌，因为他不仅是文学界代表人物，更是中共体制内的政协常委。如果真与习近平有私交，那意味着文坛与权力场交织，远比单纯的婚姻或绯闻更具政治杀伤力。编辑注：属于禁书与海外舆论传闻，未有确证。3个女人3个故事，小红象征习近平的青涩与短暂，孟雪象征仕途争议与婚姻裂缝，铁凝象征政治禁忌与言论封锁。这些传闻没有一条能在官方档案里找到，但却在审查与禁书的缝隙里反复浮现。它们像一面镜子，折射出习近平最不愿被触碰的地方，情感就是他的政治禁区。然而，若只把习近平理解为一个情感多舛的普通男人，显然低估了他，因为真正支撑他走到今天一尊位置的，不是这些感情故事，而是另一条隐秘却清晰的脉络。父亲习仲勋的影子从未离开过。换句话说，当后宫故事揭开了习近平性格的裂缝，他的仕途故事则揭开了他权力的来源。很多人以为习近平的上位靠的是个人低调与忍耐，但如果仔细翻看他的履历，你会发现另一条清晰的脉络，父亲习仲勋的影子从未离开过。1970年代中期，习近平还在陕北插队，当时他的高考名额一度被地方干部挤掉，直到习仲勋出手写信动用关系，第2年习近平才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清华。这不是普通人能得到的机会。清华几年，习近平表现并不突出，但履历中已是大学生，为他后来的仕途奠定基础。大学毕业后，习仲勋又托老朋友耿彪时任军委秘书长，为儿子安排秘书岗位，
习近平顺利进入中央军委，镀金积累政治资本。1982年，习仲勋托人将习近平调任河北正定，做县委副书记，后升任书记。正定是个小县，却是重要起点。然而，河北省委书记高阳并不买账，公开了习仲勋托关系的条子。习近平仕途受阻，危机之中，习仲勋暗中通过胡耀邦运作，习近平破格调往福建，出任厦门副市长。这是一次罕见的跨省提拔，没有父亲铺路，难以实现。福建是胡耀邦的团派地盘，有习仲勋和胡耀邦两层关系互持。习近平从副市长到地委书记，再到省长，10几年间几乎没有大的波折。2000年代，习近平已是省部级干部，被江泽民、曾庆红挑中，成为隔代指定的接班人，并非因为特别突出，而是看似谨慎听话，背景清楚。习仲勋在老干部中口碑不错，被称为不整人，这也成为习近平赢得红二代支持的加分项。柯玲玲还直言，他这个人很假。有人好奇他为什么这么说，他回答，他很会顺着你的话说，会顺着别人的话说，也就是所谓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他擅长隐藏真实想法，用假意迎合来掩饰自己。柯玲玲一语成谶，在中共18大前的权力博弈里，江泽民一派本看好薄熙来，胡锦涛一派则力推李克强，双方互不退让，最后各退一步，才把目光落到习近平身上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出身红二代，背景清楚，没有鲜明派系，表面低调，似乎更容易控制。结果呢，这个被视为折中方案的软柿子，最后却成了翻桌子的人。随着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和近期官方活动镜头的细节分析，习近平这位曾经位居一尊的国家领导人，似乎正面临着逐步淡出核心决策圈的局面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柯玲玲这位最早看透他的女人，用她独到的三板斧，将习近平的早期形象剖得清清楚楚。小学文化出身，凭父亲人脉铺路仕途，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迥异，善于迎合，极端自恋，掌控欲强。他的评价不仅揭示了习近平作为领导人的表象，更映射出他鲜为人知的性格特质与处事策略。在权力可能交替的当下，柯玲玲的视角显得尤为重要。他让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不只是光鲜的国家主席光环，而是一个有局限、有复杂性的人。他的野心、谨慎、低调与算计，都在他的回忆中一览无余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